大家好，这里是穷奢极欲，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。不少台湾朋友近期频繁到日本旅游，官方数据也显示，2023年总出境人次中有高达35%的目的地都是日本。不少人不只去日本玩，还干脆在当地购入房产。近年日本社会就在讨论海外资金是否推动当地房价上升，其中华人更成了日媒的关注焦点。长期以来，日本房市都跟泡沫破裂后的低迷画上等号。但日本房价指数近年已浮现微笑曲线。进一步细看房价数字，2024年1月的东京圈，包括东京都、神奈川县、埼玉县与千叶县，平均新房总价直逼8000万日元，年增率高达2%。如果把范围限缩在东京都23区，房屋均价更来到1亿1500万日元，年增率高达3%。以上说的是新屋价，相对便宜的中古屋，目前正吸引大批买家的关注。当前日本土地越来越贵，住宅、商业与工业用地的基准地价都在上涨。这波房市热潮让大城市里的租屋族更加辛苦。有民间企业调查发现，东京23区2024年1月的租金年增率多达1%。一般家庭想要租个20坪左右的单位，每个月需要花到22万日元，创下2015年以来新高。低迷多年的日本房市，为何近年会迎来一波爆发？摊开房价指数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其实从2010年代初期开始，东京等大都市的房屋价格就已经呈现上涨的趋势。时间先拉回日本经济泡沫时期，当时该国央行为了推动出口，采行宽松货币的政策，结果房地产与股票大涨，主要城市的土地价格短短4年就翻了1倍。然而随后的货币紧缩戳破资产价格泡沫，泡沫破裂后的10年间，日本不动产加上股票的资本损失，等同当时日本3年的经济产出，房价指数也一路下滑到2010年的低点。时间来到2013年，东京圈的房价迎来反转的契机。由于东京确定主办2020奥运，加上东日本大地震，拉高营造需求与建筑成本。考量到日本央行在08金融海啸后，货币政策转宽松，多项利多终于带动房价增长重复转正，几年后更迎来疫情后的红盘。然而随着房价上涨，购屋族的压力却也加剧。东京都的房价所得比在2020年达到13倍，创下过去15年以来最高水准。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野泽千惠教授指出，房价上涨经常跟供应不足有关，但日本长期存在住宅过剩的问题。2018年官方报告显示，日本住宅存量比家庭总数多了6%。虽然有大量空置住宅，但野泽调查后发现，许多空屋根本没有进入房产市场，有些是屋况太差，有些则是屋主不愿出售，因此无力对抗上扬的房价。面对以上问题，日本地方政府其实推出了不少政策，例如京都的房屋空置税，但与此同时，却有其他因素继续推动房价的涨势。首先是多年来的货币宽松政策，激发出民间的购物需求。第二是原物料成本上升以及劳动力短缺，导致营建成本上升，成本便被转嫁给消费者。第三是日元贬值，从2021年初开始，日元对美元一路狂贬，更在2024年3月触及33年来的新低。日经新闻分析，日元疲弱的主因之一是美国在2022年升息，但日本却维持负利率，美日利差扩大，导致日元失去支撑。此外，日本过往依赖强大出口带来的贸易顺差，对日元贬值形成抵消的作用。但近年原物料价格上涨，日本对外贸易转向逆差，日元也因此成了弱势货币，更对房市带来2大影响。第一是变相拉高进口建材的价格，第二是吸引海外资金。对强势货币来说，日元贬值等同拉高外币的购买力，因此近年有大量热钱进驻日本不动产市场。统计数据显示，在2008年时，海外投资人在日本房市的投资额占比只有1%，但2022年飙高到3%，而且当年7月到9月，海外投资者占比更达到夸张的1半，买家的身份也出现变化。过往海外资金对日本房产的投资大多透过基金等大规模操作，但随着日元贬值，出现越来越多的个人买家。至于哪一个国家是日本房市的最大投资方？答案是新加坡。2023年国际不动产顾问公司来访统计，新加坡在当年1到9月流入日本的资金规模是30亿美元，其次则是美国与加拿大。为何新加坡人对日本房产有这么高的兴趣？来访分析指出，来自新加坡的资金不少都流入观光与物流相关的物业，例如新加坡的主权基金便是这波投资潮的重要推手。
此外，还有不少新加坡富裕阶层搭上日币贬值的列车，替自己增添海外房产。虽然随着日本地价飙高以及利率政策转向，以商业地产为主的海外资金热潮逐渐减退，但购买日本房产这个话题依旧在中国与台湾引起热论。联合早报今年2月就报道，一位在日本工作的中国房仲，过去1年几乎每天都要回复买家的咨询讯息，而且专程赴日看房的顾客人数，从2015年到2023年增加了大约4倍。东京也因此出现中国人的聚集区，像是能欣赏到东京铁塔的丰州塔楼，就有2成的住户来自中国。中国民众为何疯买日本房产？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经济放缓以及国内的房市低迷所引发的资本外流。纽约时报在去年指出，来自中国家庭与私营企业的外流资金每个月估计达到数百亿美元，而日本房产则因为日元弱势成为重要的标的之一。此外，则是日本的房产对中国富裕人士来说不算太贵，有东京房仲公司便指出，当前的中国人已成为东京豪宅的主要客群。日经亚洲也分析，有不少中国买家将房产用于出租或是变更为旅馆，接待前往日本的外国旅客。这股赴日买房风潮也出现在台湾社会，例如在2022年大阪一处大型建案中，有2成的买家都是台湾人。至于台湾买家为何抢进日本房产，日本媒体人广桥贤藏曾在2023下半年参与房仲业者在台湾开办的日本房产说明会。他观察发现，一部分的台湾人因为喜欢日本的生活环境，加上台北市平均房屋总价也要2600万以上，因此干脆在日本置产。但有更多人关心的是投资报酬率，针对持有成本、税务开销与代租代管等花费进行精算。我们最后要来讨论日本社会对近年外国人买房热潮的反应。我们从日媒上可以观察到，有人担心海外资金会把国内房价炒到过热，还有人关注到外国资金购买日本农地的课题。根据日本政府调查，2022年共有140公顷的农地被外籍人士买下，总面积相当于30个东京巨蛋。为了避免发生国安问题，日本政府在去年加强对外国人购买农地的监管手段。但也有专家对外籍人士抱持欢迎的态度，认为在一定的资金规模与政府的管控之下，海外买家能对日本房市带来正面的影响。广桥也表示，外国人有机会活用日本的土地，特别是为人口衰退的区域创造不同的商机。总结来说，近年日元贬值让生活环境良好、政经局势相对稳定的日本成为外国人理想的买房之地。但如果从投资的角度来看，考量到买卖与持有成本以及汇率的走势，能否靠日本房产赚钱，恐怕又是另一个更大的问题。好了，这集的穷奢就到这里。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，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。喜欢我们的话，可以加入频道会员，除了可以使用可爱的穷奢君贴图，还能支持我们维持日更创作。期待你的加入，拜拜。